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今天咋回事啊？感觉这么冷啊，清呢？少了一个人啊。这个要先跟卡翠娜老师说一下，因为我们上一集播客才讲到停电，结果Ben叔他在西班牙又停电了啊。那不晓得是小范围的还是大规模的，这不晓得啊。所以目前我们的 Ben 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录，他可能现在跟室友去喝咖啡了。他很享受啊，留我们在这边水深火热，留我们在这里工作，真是的。不会，我们还是开开心心的在录节目。那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到 Katrina 老师。对 ，Hello， 大家好。茶叔之前老说啊，我之后邀请你来上我们节目，永远没有音信。但Katrina 老师，我们马上邀请啊。所以你们知道吗？我就觉得上一次跟卡翠娜老师聊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而且呢，我们很聊得来，所以这次邀请来，我们就不要再聊学习中文的话题了，不要聊，我们来聊一些刺激一点的。今天我们是盲盒问题也就是卡翠娜老师准备了一些我们两书都不晓得是什么的问题，你看那个笔记都准备好了。对，也没有一些，其实就是两三个而已，两三个就可以聊一集了。那卡翠娜老师，你是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两个答，还是就是个别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两个人回答同一个问题。对，好，没问题。今天我们任由卡翠娜老师宰割，随便他问，我们努力用力答。好，那节目就开始了。卡翠娜老师开问，我洗耳恭听。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跟教中文有关系，对，但是我想要问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各位老师在教中文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一些鬼故事？听得懂吗？你是说上课的时候发生的鬼故事吗？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鬼故事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遇到很奇怪、很奇葩的学生，或者是让你很难忘，可是又觉得就是难忘，而且是不好的事情，那个叫鬼故事。我是有很多啦，但我想要问你们，对那这一趴我跟你说，我可能要略过。我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私教课的经历，鬼故事。对，我现在教的小班课比较多，然后没有那么多。我可以先分享我自己的，然后我当示范，可以，然后你们再回答，搞不好你们听完我的之后，你们就有灵感了，灵机一动就有了。好的，对，好，我先讲我的，但是我觉得这一集卡翠娜光这个鬼故事题就可以聊可能2集的时间我尽量不要聊那么久啦。没问题，让你聊来。好，我讲我的。那如果你们觉得就是讲的内容不合适的话，你们自己可以剪掉。不，没问题，没问题。我很好奇，因为我的故事真的很鬼，这真的很鬼。对，就是我先讲我的当示范，就是我刚开始在教中文的时候，大约是10年前，我第一次试着在网络教中文。那个时候就想说试试看网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很菜，就是不是很资深的老师，所以我那时候价格就很便宜，然后想要多一些教中文的经验。我当时我记得在一个网站，我忘了是什么网站，在那里找学生，然后找到了一个学生，可是那个时候呢，我想要就是吸引更多的学生，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做免费的，我先做免费，对，我就吸引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学生，说要跟我试课，就是看我上的好不好，试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讲好试教半个小时，我一打开我的视讯的镜头，我就觉得他很奇怪，是一个有点肤色的外国人，有肤色的外国人这样子。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然后他缺一颗门牙。我 OK 好，缺一颗门牙没关系，就是对，没问题。就学习中文嘛。可是他在就是跟我上课的时候，他一直强调他很有钱。
然后我就心里就觉得超奇怪，你就是跟我上课，你干嘛要只强调你很有钱，对然后一直说如果你教的很好，我就可以跟你买很多的课。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很奇怪，如果你那么有钱，为什么你不去弄一下你的牙齿？把牙齿补好，对不对？是门面好看一点嘛。因为我想说，可能因为美国就是去看牙很贵嘛，对对对，所以你如果那么有钱的话，你应该对不对？把自己的牙齿啊、门面顾好，好啦，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发现跟他上中文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就是下面的手很忙。等等，是怎么有动作出现的吗？我就已经在做动作了，你们还看不出来吗？就是在撸什么的感觉。我没有骗人，我真的发誓，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网络学生竟然是这种人，他的下面的手就很忙，然后好像很无心听我教中文。我就说你还好吗？他说呀，我还好。结果后来呢，他忙到一半，他就说：“老师，你等我一下。”我的笔没水了，我站起来去拿我的笔，结果他一站起来，他没穿裤子，什么都没穿，我真的是他是吓故意死了。故意的吗？他就是一个变态，他肯定是变态啊！他不是可能，他就是个变态，对，而且他不但没穿裤子，而且他那个镜头是就是正对着，对，而且是有反应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吓死我了，真的吓死我。然后我马上把我的那个视讯关掉，因为我真的是，而且是第一个学生啊的学生，人生第一个网络的学生，那多大的阴影啊！说实话，我那个时候那个经历之后，我有1年的时间我不敢。这个会有，对啊，会有阴影啊，会有阴影，会有创伤，有啊，创伤啊，对啊，就我1年都不敢接网络的学生。不过我就是实体的课程，我都还是有，不影响收入。可是我就觉得，因为这件事情，我浪费了自己1年的时间，就在疗伤收学。现在我讲的很开心，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吓死了。对，然后这个就是鬼故事，这个真的就是鬼故事啊。现在 Katrina 所谓的鬼故事，就是在教学中遇到一些很奇特、很奇怪，甚至让你不舒服的一些教学经历。就那你们台湾人说这个鬼到底哪个鬼？鬼怪的鬼还是诡异的鬼？鬼怪的鬼，鬼怪的鬼就是鬼故事。对，这个我们叫做鬼故事啦，就是让人不舒服，说很奇怪的事情。对，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太幸运了，因为我认识就是有其他的幸运，对，幸运，就是我认识其他中文老师，我问他们都没有这样，然后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他们就跟我说 ，Katrina， 你不要做免费的，对，就是因为你做免费，你才会吸引到那一些人，你如果不做免费，你收个300块、500块台币也好，对，反正你就是要收钱，对。但因为那个时候阴影已经造成了，所以我就真的是1年不敢碰。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中文老师一开始就是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教学经验嘛，所以他可能会收的钱很少，可能$8、$5这种很多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常常会吸引一些奇怪的学生来，或者是说他觉得是免费的，可能上课也没有很专心之类的。对，有。不专心，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可是刚刚那个情况，我真的完全无法接受。这个Ben叔他一定会有很多经历，因为我们这个之前聊过这个他好多这种经历。他有，其实有，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去年底的时候。去年底又有一个新的吗？我没听过。去年底的时候，对你们不晓得，因为我也疗伤了，好像。好，太好了。去年底也是一个美国的学生，我们不是说美国就很变态哦，没有啦，没有人多嘛，概率高，对啊，对，一个美国的学生，那这是要付钱的，对，然后他是说他想上 HSK 的课，那因为你们2位应该都知道，我在我自己的频道是有做 HSK 专门讲 HSK 的东西，然后他说老师我听你的课很久了，我希望能够上你的课，然后来学习 HSK
到3级的词汇，然后用你本来的方式就好了。然很后正常的一个感觉很正常的一个感觉。他是个男生，也是个男生。然后我第一次跟他上课，第二次跟他上课，我都觉得很正常。然后他中文当然是 HSK 2级左右的，就是会一些比较初阶的绘画而已。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是会夹杂一些英文。让我们聊得比较顺畅，有时候帮助他理解。然后在第3堂课的时候，可俊老师怎么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不是，我现在我很期待你要说什么，对，我全神贯注在听你说话。就是我第3次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因为其实我上课是蛮注重学生，就是说感受哈。除了你希望你专心上课，融入课程的气氛跟内容之外，我是觉得你基本礼貌要有。对。然后他就第3次上课他就打赤膊。当然男生，但是我不喜欢你上课没有穿上衣。虽然你是就男生，虽然是无伤大雅，但是我不喜欢，感觉你不尊重我嘛。对，然后我就说，麻烦你穿一下背心也好，你就穿一下衣服好不好？因为那个美国人都有那个胸毛毛茸茸的，就是而且他又那个毛又多到背部去，这种很毛。就是毛茸茸的那种，就是会有一点，你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啦。对，然后我就说你去穿一下上衣，他就好，老师不好意思，我没有注意到，我在家里都是这样穿的。我说没关系，你就去穿。他就穿了一件背心，那个毛茸茸还是很多，但是就是至少有一件背心在。对。然后第3次上课过了就算了，第4次上课他又没穿上衣。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其实是很注重上课的基本，你穿个衣服，然后我们上课，我也比较不会觉得很没有受到尊重的感觉。我是很客气的跟他讲。基本上我心里在想，如果你让我讲到下一堂课也是这样，我可能就不接这个学生了。对啊，因为表示你没有尊重我之外，你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嘛。对。然后他下一次又没有穿上衣，我说你要不要去穿一下上衣？我有点很严厉的跟他讲。他说老师好。他也一样，他就站起来要去拿上衣。他下面有穿吧？没穿。他下面是没穿，他就是站起来，我不晓得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他就站起来，然后他下面没有穿。等一下你是说他全裸吗？还是怎样？对。然后我真的就像灿叔那样，我觉得我的头皮有点发麻。然后你知道美国人那个都比较大一点，对不对？然后就会觉得说，你是在show 吗？你是在 show off 吗？还是你在家就是这样？那你上课你不能这样，你好歹穿个内裤好不好？对啊，那都没有。然后我觉得我没办法忍受，因为他起来。就像我这样如果我起来，我没有穿裤子的，我有穿我有穿我起来，我去后面找衣服，你是看得到那个起来下半身都没有，然后还露屁股给我看，然后回来又露前面给我看，然后再把衣服穿上去，那我那种景象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挥之不去。我又特别是那种图像感很深的人，我一旦有画面，我是挥之不去的，我整个上课就上不下去了。那肯定啊。然后后来我真的受不了，我说不好意思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因为你要起来前应该知道你没有穿裤子，你怎么还会？你就说老师不好意思，我关一下摄像头，正常人会这样吗？我关一下镜头，然后我可能正常人谁在上课的时候不穿衣服，全身一件都不穿？没有。我可以接受，只要不让我看到你有没有穿，我也不会问你，我也不晓得。但是你要起身之前，你一定知道你没有穿裤子了。对呀，对，我就说他都弄好了，他裤子当然也没有穿，他就是套一件背心在身上，还是背心，还是毛茸茸的。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古板啦，我比较希望学生尊重我上课的时候，而且你1次2次你再犯，我觉得我就没有必要再跟你多说什么了。
而且我觉得我也不想赚这种钱，每一次上课我都要提心吊胆的，就是对呀会不会又露鸟给我看，我哪受得了啊？还是他所以我就下一堂课跟你告白？没有，就没有下一堂课了。那一堂课第二次我看到那样的状况，我就说这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了，啊，全裸上完我就不会再接你的课了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尊重问题。因为那我顺便问一下你们两个，因为我确实没有鬼故事，我没有鬼故事。你太幸运了，对，要不然就是你，要不然就是你课教太少了，要不然就是你课教太少。我课教的不多，确实不多，我才开始教这个小班课，我不多。我问一下你们两个一个问题，顺着这个去讲。因为我觉得首先有变态的人，对吧？还有一些先声明少数，非常少数，确实少数，大部分的学生是很棒的。对，没错。对，就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你们教中文这个年资也比较久了，对吧？什么学生都遇到过了，有没有向你们表白过的学生？卡老师，请先回答，你是我们的嘉宾来宾。有啊，有。等一下，我想听劲爆的是男生还是女生跟你表白？他是男的，他是男的。查出是我也有男的，我也有男的。我是异性恋啊，我不是同性的。我是说可能那个学生啦，对。如果是女生，我可能就不知道。如果有女的学生喜欢我，我是没有感觉到过啦，就是对。男的是有，对，真的有啊，但不是。先问一下，是那个你教学多少年之后的第一次？大概是7、8年前吧，比较明显的不明显的我就不记得了，但比较明显的我记得有一个。OK， 哇，好刺激哦！来，这个集很刺激是吧？对，今天是八卦大会。OK， 对，我们最喜欢八卦。对，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一个。不能说是老先生，他大概我看他年纪快60岁了，对，所以我一直就是把他当一个大哥，你知道吗？在看，对，一个加拿大的学生，然后他一直上课的时候都是非常有礼貌，学习也很认真，我也很喜欢他，对，就是身为老师，我喜欢他这个学生，对，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觉得他在上课的时候太过热情，但是我也没有多想。比方说，他上课的时候，每一次他都会送我巧克力。怎么送啊？就直接上课的时候说：“老师，我觉得你很辛苦，我带了一个巧克力给你。”然后我又带了虚拟的方式送给你。7、8年前我还有实体的课程，是实体课程呢。对，他来我的教室，在台湾就对了。对，他住在台湾，然后他来我的小教室上课，然后每次来上课，他就会说这是我做的一个小点心或者是巧克力，最常送的就是巧克力。然后我就说谢谢，但是你不必这样。然后他还问我说你喜欢吃什么牌子的巧克力？然后我就说我喜欢吃某某某牌子的，我就不疑有他啦，反正就回答他问题。结果自从我回答他我喜欢吃什么牌子的巧克力以后，他每次上课都送我那个牌子的。好，这还不打紧，我就觉得好吧，可能他真的喜欢我这个老师，可能热情也很细心啊，等等都有可能。对，直到有一次，就是我有一次生病，然后就是发烧很严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必须停课，这个礼拜我们要停课，我没办法上课。他就说你怎么了？我就说没有，就发烧，让我休息一下就可以了。结果他就疯狂传讯息给我说要不要我去照顾你。然后因为他知道我有一只狗，他就说那你的狗怎么办？我可以帮你遛狗，你告诉我你住在哪里，我去帮你遛狗，我去照顾你。然后我就心想说搞什么东西啊？这已经超出正常的越界了。对，然后呢更让我觉得非常可怕的是，就是有一次就是我请假的那个礼拜，我还是有去办公室做一些东西，做一些小的事情。对，然后我就是骑着我的摩托车到办公室，我把我的摩托车停在办公室前面，就去做一些文书处理的工作。做完之后呢，我要骑摩托车回家，我发现我的摩托车上放着
一袋的鸡汤，然后里面留的一个字条，说这是给你的，然后他就署名是他，让我觉得很害怕的是，他怎么会知道哪一台机车是我的？除非他有特意记我的车牌号码。对呀，这个应该算是，这不是被告白，可是这应该算是有被喜欢吧，对吧？这有啊，对吧？很明显啦，对，很明显。可是我就不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而行为且年纪可能差距太大，对不对？让我很困扰，让我非常困扰。然那后你后来要怎么对啊？你怎么处处理这个事事情啊？然后我就赶快看他还剩几小时啊，就是对啊，教完就要说再见啦。就是我就先装傻，就说哦，我收到你的鸡汤了，谢谢。但是真的不用这样，就是先跟他很客气，然后看他还剩下几个小时的课，然后我就只想顺顺利利把后面的小时数教完，然后给他一个理由，就说哦，我没有办法教他这样子。OK， 不讲破，对，不要讲破最好，说实话，对，因为他也没有很太过分的动作了，对不对？重点是你不知道你讲破他会有什么反应啊。是啊，对，是。对，还有就是你如果再继续上课，那个感情可能越来越深。他的感情，对对，我是说他的感情可能越来越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不确定，对不对？对啊，我也要顾一下我的人身安全。而且就是我觉得有的学生感情比较炽烈、炙热，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控制不了自己。所以你们两个当了这么久中文老师，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聊哈。蛮多的，对啊。我是有被男学生告白过，就是我先跟两位说一下，首先茶叔觉得自己的长相很难看，然后我觉得啦，自己觉得啦，不难看，他们都说咱俩长得像，你要难看，那我也不难看了吗？怎么能这样？就是不是人家会喜欢的那种啦，但是就是我天秤座的嘛，所以我这个人很好相处然后也很喜欢聊天，然后我那个时候每天都上直播课，而且茶叔喜欢女的是吗？对，不一定哦，今天爆料没有，就是在另外一个播客我有聊过这个学生，就是说他从我第一个 episode 就开始看了，所以他是个非常死忠的一个学生，他是来自东南亚的学生，而且我直播课有聊天，他也有时候会上来聊，不然就是会听所以他那时候就会在那个Messenger 传讯息给我说，老师请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的，然后他偶尔会传自己的生活照来，然后其实我也有很多学生是这样，我就习以为常，我就觉得没有关系，然后我也会回复他，那这个学生其实这么多年听我的课，我也不会有什么怀疑或者觉得什么不妥，我觉得他的行为什么都还好，然后后来他的言行就是越来那种说话的语气我就传信息那个语气就是越来越亲密的感觉，就是什么老师就变亲爱的老师，那个也还好，我想外国人都很对，外国人对有时候会这样，对，常常会 Dear Teacher 嘛，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而且我们会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就是说有的学生比较热情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当然晚安那个很正常，他说后来就变得连老师都没有，亲爱的，晚安，你就会觉得这个语气很不对了，对，然后再过了一阵子，他有出国，他就寄他出国的照片给我看，然后其实我们当老师都会觉得为学生感到高兴嘛，出去学习出去旅行，有一些新的体验，我们都很开心，也很高兴他们分享照片给我们看，对不对？然后再过了一阵子呢，就越来越奇怪，他的语气就是这样，亲爱的什么的那今天想不想我？什么什么，就是越来越这种，你会觉得还好吗？就是这种感觉。有事吗？然后我慢慢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不回他。然后他就老师他才会变回正常，然后说你怎么不理我？什么的。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他好像遇到什么伤心的事情了，然后他就跟我彻夜的传信息跟我聊天，然后就说什么老师，其实我很喜欢你，
那天晚上我很喜欢你，那我就觉得我真的一开始不会去想那么远，然后我就写说我也喜欢你啊，然后我以防万一，我写说我喜欢所有的学生，以防万一就是我就会这样写然后他说老师不是那种喜欢，我是爱你的，然后我就说你是男生他说对，我就是爱你，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其实那个当下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去回答他，对呀，很难。谢谢。然后我就说我喜欢女生然后所以就这样啦，就是你如果喜欢我也没办法，然后我喜欢女生，然后就这样，然后可能一阵子他在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他那种行动就已经有算是表白了，对不对？对啊，对啊，表白失败嘛，对不对？那他还是有来上我的课，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寄自己一些不雅照，一开始小不雅，就是没有穿，就是上半身没有穿，然后就好像在种田，我想说种田没穿上半身没穿是没关系的，我就其实我后来都没什么回他了，因为我觉得越回越觉得他有点奇怪了，他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有的学生感情比较炽烈。如果你一直回他可能会控制不了自己，对。那后来一直不雅，从小不雅变大不雅，后来就那个漏点的都有了，然后后来我就没有理他了。想不到当中文老师这么丰富啊，生活经验。对，就是如果女生是没有跟我明确表白的啦，可能就是有好感那种感觉，但是没有我觉得可能我的学生大多是东南亚的，这个女生都比较内敛，所以就算可能有喜欢或者有好感，他们也不会明白讲，但是他们的表现，像我们这个亚洲人表现感情的方式或喜爱的方式，他们就会去上你的课，然后在课堂上跟你互动，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女生的我好像没有太大的，没想到我比较受男生欢迎。可是你那是在网络上，所以还好，对，不太会有什么人身的安全，对，我也不会怕，因为就是还好我就是上网课，所以基本上学生表白，你如果不接受，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或者就跟他说清楚。那我倒觉得说上实体课的老师就真的有时候挺那个什么，比较多人身安全的问题。对，对，所以灿叔真的都没有，我没有鬼故事，也没被表白过啊。好可惜，好可惜。对啊，都很顺利耶。我很顺利。我主要其实不像你们两个，我就真正教学的经历没有那么多，所以接触的学生比较少。主要是在灿叔今年开始就接比较多小班课，我们期许在未来的2-3年我有一些鬼故事可以分享。那一定要再邀我来哦。没问题，必须。对。好，那 Katrina 你还有没有第二个问题吗？是不是？我看一下好的，其实也是跟学生有关啦。有没有遇到就是特别的学生，就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比方说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些文化差异啊，对。我学生的坏习惯。我也是可以先做示范，然后你们看有没有灵感。好的，对，我只是怕我话太多，对，不会，嘉宾就要话多才好，对。好，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英国的学生，也是好几年前的学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很认真，但是他有一点就是他太严肃了，而且他非常慢热，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个人，英国人好像都是这样，对不对？感觉我其实教的英国人不多，但是如果跟美国人比较的话，的确比较慢热一点，对。可是这个学生他又更慢热，对，就是你刚开始教他的时候，他都是很规矩、很有礼貌，然后你跟他讲话的时候，问他问题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你不能问他任何隐私的问题，当然也不是说我一定要问他什么隐私的问题，比方说像我们上课，中文老师上课最常问学生的暖身问题就是
你最近怎么样啊？你今天好吗？你今天做了什么？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开头嘛。开头，对，或者是你周末在做什么啊？这不是都很正常的问题吗？嘿，好。结果呢，我记得我刚开始教这个学生的时候，我也是问这种很正常的问题。我说你周末怎么样啊？最近在做什么？周末做什么？他就很严肃的看着我说：“你为什么要问我在做什么？关你什么事？”他说：“你为什么要问我隐私的问题？”这个算吗？我傻了，我就好哦，对，就换个问题吧。我不知道这是文化差异还是他个人的那个，然后我就后来跟他讲说，因为这是我的暖身问题，如果我不从这里开始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我不知道对，你要我直接看课本吗？还是你要我直接讲语法？你应该会觉得很无聊吧？对。然后我就后来就跟他讲说，不然这样好了，我一样问你，你这个周末做什么，怎么样？那你可以骗我，你随便讲。对，你可以选择你要跟我说什么都可以。对，虚构的也没关系。对，你给我虚构的答案，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展开我们的对话跟练习。因为如果我不问这些问题的话，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进课本，我们可以直接进语法。如果你能接受这样子也好，但是他后来就理解我，对，然后他就说好，没有问题。所以可能每次我问他，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最近怎么样？做什么？他就随便给我一个答案，对。然后只是当下他的那个反应真的让我第一次的话应该会让你觉得很唐突吧。对啊，就是因为我大部分教的学生，即便是欧洲人，欧洲也是蛮注重隐私啊。对啊，我教欧洲的学生，他们也是很开放，就说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对啊，所以我也觉得没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说问这个问题会是一个隐私的问题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是也想问，就是两位老师，奇特的学生，对，这个还好，Katrina 老师这个还好，对，这个就是有一些学生他真的自己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也可能是我那时候比较年轻吧，就是我觉得比那个时候经验也没有现在那么多，所以当时就是很年轻遇到这样的学生，而且那个学生又比我大很多，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感觉是我是不是冒犯长辈的感觉。还有可能是学生当天心情不好，有时候会迁怒到老师身上，有时候会。对，有讲到学生心情不好上课，我也有很多故事。那你要不要直接来分享？你直接分享吧，听听看。第二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学生他来上我的课，然后他就心情很差，我也发现了，但是我就说你今天好吗？他说OK， 他也不想分享。然后我就好，你不想分享没关系，我们就继续上课，装没事继续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受不了。我们的课程是1个小时，我们大概上了2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就说不要再上了。他很严肃跟我说停，不要再上了。对，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现在非常难过，我分手了。前2天我的女朋友跟我分手了，我想说 what？ 所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说所以现在是你要去疏解，让他心情放松一下吗？重点是那个当下我们是面对面的课是在小教室里面上课，不是说在网络，就是你把那个镜头关掉就没事了。他在我的教室里面旁边很尴尬。对，然后就然后就看着手表，想说完了，还有35分钟呢，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又不能把他送走嘛，对不对？对，然后他付钱啦，然后我就说所以你现在，他就说那你陪我聊天。我说聊英文还是中文？他说这个话题只能聊英文，我中文没有那么好，就是聊他女朋友的事情了，就是让他抒发。我那个时候就突然感觉说，我应该没收你那么多钱，要做心理治疗吗？心理医师的心理治疗的费用。我心里想说，我应该没有就是收那么高的费用，要就是做这种心理咨商吧？咨询啊，对。然后我就说
对，我就一直听他讲就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怎么样，他就诉苦，然后一个大男生然后就差点在我面前哭，我觉得超尴尬的，对，然后就对，然后反正就是大概他跟我诉苦了20几分钟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诉苦到时间到你就说好了，差不多到没有啊，那时间到了我也不能赶人家走啊，你也不能对人家正伤心着，对啊，然后反正就是陪他聊，看他要聊什么嘛，就陪他聊，然后聊完之后，对，而且这个在现场真的很尴尬，我是觉得超尴尬的，超尴尬。对，不过这个真的偶尔会发生，因为学生不见得每一次上课心情都很好嘛，对不对？不是啊，你分手你就不要来上课嘛，干嘛硬来上课？对啊，就付了钱应该一定要课上了一样。对啊，你请假我都不收你钱的，你请假我就让你请嘛，对啊，反正就我也不是怪他啦，我只是当下觉得那我该怎么办？我又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只负责教中文而已。你那个时候多大？我当时大概30出头而已，可是对方是40多岁的男人，那就很尴尬。对，你就看一个比你年纪大的大哥，就是在对你这边比你年纪大将近10岁的人在你面前哭，你会很尴尬，真的很尴尬。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中文老师慢慢的都喜欢线上课，就是说我们不要面对面，有时候遇到尴尬的情况真的很不好解决，对不对？对啊，就是最好不要遇到尴尬的情况啦，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各位同学们，你们在上课之前最好评估好自己的心理状况、身心状态。对，因为如果你现在的状态不好，第一个你学习效率也不好，第二个就是你不只影响了自己，你也影响到老师了嘛。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目前的状态很糟糕，不适合上课，你大可跟老师请个假。我觉得自己上课是要花钱的，所以你要让那个钱花的有价值。我觉得同学们也要评估好自己的心理状况。还是我们收的不够多？如果我们开价高一点，搞不好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呢。没有，对，有钱的人是不在乎的。收的更多，你心里更好接受，你觉得OK 啊？对啊 OK 啊，有可能，对啊，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他诉苦完之后，他就也是感谢我听他诉苦，他也有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肯定会有，对，可是后来他还是我的学生，继续，他就是因为那一次啦，他就知道你除了中文是你的专精之外，心理諮商也是你的专才，而且觉得这种事情可能有时候你和熟人不好说，你反倒和稍微没有那么熟的人说一说，有道理，对吧？有道理，对，有些话你没有办法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说，你只能跟一个跟你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说，那这时候老师就变成是最好的选择。对啊，有点熟又不太熟的人，是的，对，而且他确保你不会把秘密说出去嘛，因为你的生活跟他并没有直接关系。对，这个我觉得这个灿叔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例子？我想听。我去年初我接一个印度的学生，对，我是个男生，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就是这个学生，印度的学生，他看了大叔中文之后，他就加入了我们的会员，他就加入我们 Telegram，他第一个动作就是问茶叔在吗？茶叔在吗？就直接要找我，然后我就说在啊，我在。他说我要上你的私教课，我说好啊，价格多少什么什么都讲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开的很高，因为我不想接学生啦，但是如果有学生要接，我都开的很高，那你要不要上是你的事。他说 OK，然后我们就是我上课都会先上一节就是试教课，试教课我也是收费的，但是比较便宜，然后他听了我一次试教课1小时，他很喜欢。然后第2堂课是正式课之后，我就开始想要了解这个学生，这是我们老师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对不对？你都会想去深入了解这个学生，
了解他的个性、他的生活，我们再来安排我们的教材，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今天聊这个学生，就是说他的经历让我觉得有一点同情啊，然后我会觉得人生真的很不容易，这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因为一开始他跟我说他是印度的学生，他想要学中文，那他上我的课前已经有 HSK4 的水平了，口语也蛮不错的，所以我跟他上课一开始我都会用他文化上的影片来做材料，比如说恒河的啦，或者是这个印度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啊，跟中国的关系啊，然后有些外交上的关系不太好啊什么的，这个我们在上课里都可以去聊，然后他也觉得诶这种跟时事相符的题目他也很喜欢，然后从视频学中文他也觉得很棒，然后过了几堂课我开始问他你为什么想要学中文，因为你的水平也很好，他说他想在印度当中文老师啊。他说现在印度找工作非常不容易，他是个爸爸，然后他太太也是很努力在工作，但是印度女人工作的薪水不高，而且这个他的妻子要照顾2个女儿，他有2个女儿，所以他说他身为一个男人，特别是印度的男人，一定要把这个照顾家庭当做自己的重要的责任，那现在工作不好找，他想要在家里当中文老师，像我们一样当一个线上课的老师，那我其实起初我觉得我不以为意，我觉得他是很努力的一个丈夫，也很负责任，然后想通过学习改善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很好，所以我那时候不以为意，直到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一样上到一半，跟卡翠娜老师很像，上到一半，他突然说：“老师，对不起，我可能先离开一下。”我说：“怎么了吗？有什么急事吗？”我就看到他太太就抱着他的女儿，比较小吗？就有点急，然后他女儿就是，我觉得是从镜头看是有点奇怪，然后我那个学生就去后面，因为他很急，可能女儿怎么了，他就抱着女儿，然后又这样弄一弄，然后又摇一摇之后又回来，老师，那我下次再上课好吗？我说好，没问题，你先去忙。那后来就我们那个课就中间就停了。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我当然就会想要更了解他的状况。他说他2个女儿，那一次上课他才很坦诚的告诉我，他想当线上中文老师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线上？因为他必须在家里照顾女儿，他女儿要常常去医院，为什么？他跟我讲，他2个女儿都有唐氏症，所以他太太一个女人家没有办法同时照顾2个唐氏症的女儿，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在现在的工作之外，看能不能改变工作的方式，一样在家里照顾孩子。对，然后我就说这样的生活很不容易吧。然后我心里就很有罪恶感，你知道吗？因为应该收钱收高了是吗？我那时候就很气自己，捶胸顿足这样。我为什么当初要收他那么高的钱？他如果早一点告诉我的话，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甚至觉得我免费教你都没关系。对，我是这样个性的人。如果你的处境让我觉得你想要很努力的去改变你的生活，我们中文说天助自助嘛，对不对？我觉得我都会，只要你愿意帮你自己，我都会想要去帮助你。对，甚至我告诉自己说啊，早知道这样，我应该收他低一点，半价都没关系。对。然后就是他跟我讲说，其实照顾2个唐氏症女儿非常辛苦，然后而且在印度，我们都知道印度的社会是有种姓制度，而且是比较保守的。对，所以有这样的孩子，可能街坊邻居都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你，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轮回啦，一个什么业力啦，造成这样的这种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会让你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家庭里有这样的孩子，父母亲就必须要承受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亲朋好友，甚至来自自己，然后很不容易。所以我听了这个之后，我真的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学习，
有的人学习是为了爱好，轻轻松松的开心就好，他可能真的喜欢这个语言。有的人学习是为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可能要工作，要用到中文，他可能觉得现在中文是现在一个可能很有前途的一种语言，他想要学习，然后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可能没有别的选择。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看到他这个状况，我也会想到说，人真的要惜福。可能这个在听现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听众们、观众们，有时候你觉得你的小孩很皮了，每天那样很淘气，其实小孩真的健健康康就好了，就已经是无价之宝了，真的。然后正常发展，然后开开心心的。那有一些小错，有一些调皮，我觉得那个都无伤大雅。你看看我现在这个学生这个状况，我就会觉得说，就是父母要去照顾这样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你像我现在当这个志工我们志工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志工的小孩，他为什么加入志工团体，也是他们家有这种唐氏症，或者是这个脑小儿麻痹或者是这种智力有一点问题的这种小孩你要从小照顾到大，等到照顾到30岁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把他送到启智学校去受教育了，因为启智学校在台湾目前的制度是就帮你照顾到32岁，32岁以后你父母自己要想办法。那父母亲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就是当我老了，自己老了怎么办呀？对，孩子怎么办？这些孩子是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家里有一些可能有状况的孩子，这样的家庭，父母亲的内心的压力很大，然后他们要反转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再加上他们最深的忧虑就是，如果我的小孩到了30几岁的时候，我也可能已经50、60岁了，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这个通常对他们来讲，对这种家庭来讲是个无解的话题，因为国家也不可能帮你照顾到，是的，已经30几岁已经是国家照顾的极限了，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个学生的例子，我就会想到说，我们人为了改变命运，真的通过学习也是很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一旦遇到了困难，你就得去面对，你就得去克服，特别是你自己的伴侣也要承受这样的压力，那你就要自己更争气，对不对？你要更努力，然后去减轻你伴侣肩头上的负担。所以这个学生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改变。那最后他最后大概上了1、2个月，他就没有再跟我上课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体力了，他每天这样煎熬，就是工作、家庭、照顾女儿，他最后有点身心俱疲，所以他说老师我真的，他可能也必须停止当线上老师的这个梦想，因为他说真的很不容易。他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印度的中文老师成立了中文学校，大家都去选那样的学校去上课了。在印度你不是一个中文母语者，你很难做线上课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职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最后放弃了，他放弃了这条路，然后他必须要另找出路，另外找工作。但是虽然我没有再上他的课了，但是他的处境一直让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人真的要惜福，真的，你已经看到他的例子，我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我还可以选择，然后我在中文教学的路上至少有学生来找我，然后至少我在中文这个学习的平台还算是有点可见度的，有一点小知名度的。那像很多这样的学生，他的未来应该怎么办？真的就会觉得人生很不容易。对，所以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学生。怎么从这么诡异的东西来到这么沉重的东西，是怎么做到的？我刚刚也想讲这个，怎么突然这么沉重啊？这应该是一个很欢乐的访问啊。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中文老师最有趣或最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接触不同层面的学生，真的不同的学生，不同国家的学生，甚至不同的家庭处境，
不同的价值观，然后他们都反映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已经很好了，或者是我们还有哪里可以提升。像我有一些学生他很自律，我就会觉得我应该也要成为一个自律的人，我们中文说见贤思齐嘛，我也会想要变成像他那样的人，如果他是很好的人。那如果他是家庭环境很不容易的人，我也要想到说啊，我真的是很幸福了，要知足感恩，对不对？真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教学生的当下，我都会反思自己现在的生活，我就会觉得我很幸福，我就觉得我要更乐观开朗一点。真的真的，我觉得当中文老师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真的能接触到非常多的学生，真的是形形色色的学生。我最近其实也才开始教小班课，有这种感受。以前其实就零零散散接一些私教课很少，所以我没有鬼故事。但是我现在教小班课之后，因为我特别喜欢，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热闹的，所以有时候小班课的话，有时候你相对就是不断的围绕着一个学生他的话题反反复复去说去挖掘，有时候比较累一点点。因为你上小班课的时候有一个主题，你跟着这个 PPT 走，但是在中间我可以不断的去调节气氛，让大家很开心。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每个学生都不一样，然后每个学生的状态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学生是我们的这个会员呢，我第一回见到他，原来你长这个样子，我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好多学生他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那天接触了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学生，我发现他的说话，我说你这个普通话是在北京学的吧？这个京腔还有。他说不是老师，我是在重庆上的大学，但是我的老师是个北京人。我就觉得这些很有意思。然后有些学生又特别爱笑，特别欢乐。就是因为你上小班课的时候，因为你会不断的去看学生的表情嘛。我很喜欢就是做这个事情，上课的时候我就观察学生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说这些话他有没有很开心，因为我特别喜欢讲故事。我的小班课是有个故事，我喜欢用一些搞笑的声音，比如说你在干什么呀，这种我就会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他们的反应感觉很开心，我心里就感觉暖洋洋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动，这种温暖的感觉，其实是我们中文老师为什么一直在这个路上一直孜孜以求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喜欢这些东西，喜欢人性的一些温暖的东西，虽然也有一些鬼的东西，但整体还是很温暖的。我说实话，对，大部分的学生都是非常好的，都是从教他们中文的过程中，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是的，是的。好的，那这个Katrina 老师，我现在有几个提议了啊，就看你，就是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录下一趴，下一趴就是我们两个问你问题。而且其实我也蛮希望你们也可以来我的节目做客，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对 Of course， 你那个手是怎么了？控制不住自己。为什么你有那么多手势跟表情？我先结尾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录下一趴。好，灿叔你有录哈？这一趴有录呢，你不要吓我，要吓你一下。让你有警觉心一下啊。好，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还是跟刚刚一开始不是说跟中文教学不能有关嘛？现在还是有点关系，不过也蛮有意思的了。对，这个我们中文说，台湾有一句俗语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就是大家都吃一样的米，可是有好几百种、好几千种不同的个性。所以我觉得当中文老师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去认识更多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很奇怪的鬼故事，但是呢都是少数。我觉得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不断去体验，不断去感受也不枉来这一遭，对不对？对。好，那今天很感谢 Katrina 老师给我们分享那么多这个教学的奇闻，鬼故事，鬼故事奇闻。好，那我们下一次还要再邀请 Katrina 老师来，应该下一次就换我们问他问题了。好 OK， 那我们就跟同学们说再见吧，拜拜。